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剧本普通热度低，杨紫唐嫣也甘愿做配争角色。网友：导演好是关键。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，内地娱乐终于有了新动态。欧阳娜娜出演的新剧《冰雪瑶》即将上线。总觉得这个剧名散发着浓厚的玛丽苏气息，女主角似乎像踏着丝带走出来的安琪丽娜·英雪与韩玲，目光还会根据情绪变化出7种颜色的光辉。这部剧的人物设定确实独特，高伟光出演了一位活了100年的吸血鬼，而欧阳娜娜则饰演一名从小遭受欺凌的失明女孩。为了契合女主的形象，剧集播出的那天，宣传团队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：我对欧阳娜娜的演技已经耗尽了我的耐心。观望了2天之后，没想到反馈中竟然有不少积极的评论，这真是有些出乎意料。曾经的加油陆小葵和蚂蚁竞走10年，如今已摇身一变，成为豆瓣4星的作品。而这一次，目前来看也算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欧阳娜娜恢复了她的声誉。欧阳娜娜的演技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，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一次，不过那时并没有提到一位幕后推手编导李牧歌。李牧歌是怎样的人呢？可以说他是近年来内娱中一位颇具才华的导演，擅长发掘和培养新人的偶像剧经验也相当丰富。无论是黑色、白色还是紫色，经他之手都能化为红色。内娱如今的江山，有李牧歌一人可筑不起来，这就不得不提到瓜分市场、活跃在观众面前的其他几位导演。那么今天我们就顺着支持人的基础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些幕后操控者。首先要提的是朱瑞斌，外号大家叫他朱大灯。他人的偶像剧依靠浪漫情节，月光照耀着眉端，而我们朱导只需一盏明灯便足矣。请问在内娱的换乘恋情中，哪个人没有经历过朱导的大灯照耀呢？朱导算是同批导演里最资深的，涉猎题材广泛，前些年靠着古偶在内娱发家后，便开始专注偶像剧，帮衬杨紫从诛仙、青云志的女二演到香蜜提名华鼎古装题材最佳女演员。不清楚是否是杨紫的第2次合作之路启发了其他流量演员，随后许多流量演员纷纷效仿并开始进行第2次合作。迪丽热巴再次与朱导合作了《长歌行》和《与君初相识》，白鹿则陆续参与了《宁安如梦》和《白月繁星》的制作。不过遗憾的是，除了杨紫以外，导演对其他流量明星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。他的叙述技巧来源于年轻时观看的港剧，情节紧凑，节奏把握得很好，弥补了内地娱乐古装剧常常50-60集却内容贫乏的劣势。在剧本合格的前提下，朱导可以借助自身的优势和背景音乐的运用来增强剧情的吸引力。他的作品大多是剧本精彩但演员不太知名，虽你可能对演员不太满意，但剧情的发展绝对扎实。朱导的长处和短处就像硬币的2面，十分明显。镜头的视角变化比观众的眨眼还要迅速，整体美感不足，容易显得过于直白。喜欢近距离表现，有时也想加入一些时尚的音效，例如《宁安如梦》中的苦果亦是果，是果，果的立体循环效果。对香蜜的评价非常高，再次观看时，我只能由衷赞叹杨紫当年的演技，完全让我忽略了这部剧在审美上的直男风格。朱导的弊端已经劝退不少观众了。在对故事情节不熟悉的情况下，演员所带来的影响就容易成为搞笑镜头集中的素材。即使拥有像迪丽热巴那样的外貌，朱导也总能找到他的1-2个不足之处，
更不用说其他演员了。朱导专注于剧本发展，其他方面对演员和观众的感受毫不在意。但当剧情和表演相得益彰时，往往更容易产生热门作品。与朱导相似的是郭虎，他毫不掩饰地宣称鬼怪已经过时，最后却拍出了以土为营的作品。两个导向的水平相似，支持他人的能力不够稳定，自身的能力也有些不足。然而在有限资源的郭导之下，反而能够在有限的环境中展现出非凡的能力。如果他真的轻松地去进行交流，反而效果会很糟糕。对于郭导而言，局限性较大的周生如故和莲花楼却反而表现突出，但郭导未能领悟其中的印度镜头，实际上并不是画龙点睛之笔，而是缺陷中的美。到了沉香如屑和以爱为营，只关注自己的表演，而忽视了作品的整体效果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反而对演员造成了伤害。当程毅与杨紫将共同出演仙侠剧《沉香如屑》的消息公布时，粉丝们纷纷推测这对搭档能实现强强联合，进一步提升成绩。但在观看了实际播放后，大家却纷纷选择退出。相较而言，郭导的捧人能力十分有限，不仅取决于演员的演技，还取决于作品的题材和发挥空间。目前仅适合古装类型的赛道，对演员的提升效果也不太稳定。言情味较浓的题材，希望郭导也不要再接触了，否则就是害人害己。接下来，郭导还将推出一部唐嫣主演的仙侠浪漫剧《念无双》，只能祝福粉丝们自己多加努力。不必指出谁能够领会这是仙侠的风格。谈完这两位捧场不太牢靠的人后，我们再来聊聊相对有些成就的两位导演。从全面实力来看，尹导确实不如朱瑞斌导演，但尹导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擅长提携人才。他深耕于古装影视，作品的质量很高。尽管粉丝圈对尹导演的专业性始终存在疑虑，在长风渡的拍摄过程中，女主角宋轶发现情节中娇妻形象过于单薄，想进行修改，但导演为了简化工作，并没有做出调整，最终呈现的情节引发了批评。最近陈仲飞执导的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播出后，与尹导的《少年歌行》相较，似乎发现尹导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再深入了解尹导演的经历，作品包括《大唐荣耀》《琉璃天机之白蛇传说》《锦衣之下》《长风渡》，能顺出点规律了。虽然题材都是言情，但是他的作品更爆男演员。说到纯武侠类型，更不用说《少年歌行》是尹导在目前的作品中得分最高的一部，这也让在圈内默默无闻多年的刘学义开始进入备选行列。琉璃同样展现了诚意美丽而坚韧的角色，她既柔弱又带有傲娇的气息。尹导演的作品似乎自然而然地为男性角色增添光环，但他对女性角色的表现却显得想象力不足。如果作品的男女主角地位是女强男弱或双强设定，那么最终呈现的效果就像千古绝尘与且试天下那样令人难以接受。在长风渡中，白敬亭呈现了受伤和自责的经典场景。提到女主角柳月如，不论她在原著中具备怎样的才华与美丽，最终留给观众的形象更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娇弱女孩。在她的镜头中，其他女演员无论是角色弧度还是外观造型，都很难进行评价。杨紫如今被攻击的很多黑图都出自天机，而景甜悲伤蛙称号来源是大唐荣耀。简而言之，尹导对男演员的捧场更为拿手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龚俊在经历粉丝多次反对的情况下，仍然选择与他合作，因为在百花哭之后，龚俊确实迫切需要这个机会。而内娱既有这块小生专用的跳板，小花这边有没有相似的配备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文章开头的那位朋友花粉乐园李牧歌。李牧歌的创作仿佛是一种舆论转变器，
无论多么负面消息缠身的女演员，只要参与其中，便能焕然一新。在镜头表达上巧妙地突出优点，避开缺点；在角色设定上则反向利用演员的公众形象。舆论中的孟子义尖锐无情，缺乏情感智商，因此在说英雄是英雄一句中直接展现了这样的人物形象，这让角色的邪恶多了一层悲剧色彩，因此观众对于这种邪恶能够理解。景甜曾经无疑是一位资源丰富的演员，但由于她与大众的距离感，她在司藤中的角色同样带有这种负面印象，呈现出一种高傲冷漠、远离生活的女王形象。相同的形象换个方式解读，就是酷、帅等积极的词汇。这次的冰雪瑶也是如此，眼神空洞，毫不犹豫地直接让盲人出现在舞台上。欧阳娜娜成为了欧阳家族的财富来源，频繁地被开发其商业潜力，因此这一角色就这样出现了。在重视男性的家庭中，被父母冷落，生活在母亲的暴力和侮辱之下。你瞧，这正是李牧歌的与众不同之处。在他的作品中重新获得关注的女演员，其角色与他们个人的负面评价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李牧歌捕捉到了这种相似性，并进行了放大与重塑，从而成功助力演员们重回巅峰。他镜头中的女演员生动，充满活力，能够散发出迷人的气息。在内娱导演一水的直男审美中，能保持独特的审美水准，也是这些角色能突围成功的重要原因。作为一名演员，欧阳娜娜的脸上也有显著的缺陷。之前合作的导演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，因此也不奇怪欧阳娜娜偶尔会进入内娱的四大普女行列。李牧歌拍摄欧阳娜娜时，大部分镜头都是倾斜的，而需要侧脸的部分则常常被光影模糊。在《星河长明》中，彭小苒即使在角色的妆容和造型上与东宫相似，但她依然无法超越曲晓峰。采用控制变量法，唯一变化的是导演。李牧歌的审美观在东宫发布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。姜妍主演的《我的青春遇见你》早于李牧歌的《南来北往6年》，揭示了姜妍形象中可塑的娇弱特质。娱乐圈的美女如云，但能够发掘并展示演员真正美丽的却非常有限。观众们同样喜欢看到意想不到的转折。那些负面评价较多的女演员反而能够利用这一点来翻身。李导并非无所不能，他的创造力极为丰富，因此在现代戏剧的表现上可能会走向极端，否则就不会出现《你是我的人间烟火》这种莫名其妙的剧集。无论怎样，欧阳娜娜的声誉逆转再次证明了李导的培养人才的能力。尽管这是种巧妙的做法，但对演员而言，这也不是什么不算是便捷之路。很多时候，当剧集失败时，没人愿意尴尬地承认这是自己的问题，因此只好将责任推给导演，所有的事情都由导演来承担。然而在实际列举之后发现，这些指导者能够承担起内娱的流量重担，各自仍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既然如此，当内娱的小花小生的自身实力提升变得遥不可及时，不如期待他们能遇到优秀的导演指导，这样最终呈现的作品也不会显得太糟糕。王鹤棣正是最明显的实例。而在看了一征导演的《苍兰诀》后，声势浩大，粉丝们也能趁机把责任推给之前的导演和造型师，最终让王鹤棣独享所有荣誉。但是离了一征后的王鹤棣又逐渐泄气，还的是导演会捧。宋茜刚回国并开始演员生涯的那几年，她的表演水平可以说是彻底突破，简直可以称之为惊人。每一部作品都能支持 B 站的剪辑师生存，搭档和导演在当时都是热门一线人物，这显现了宋茜获得的优质资源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1+10。那些年里，宋茜也成功戴上了辣眼演技的冠冕。后来碰到许兆任以及陈正道导演，
才打破了这种局面。由2位导演共同执导的《节爱》，千岁大人的初恋可以说是宋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与其讨论宋希演技的变化，不如关注一下导演如何塑造他的搭档黄景瑜。黄景瑜演绎霸道总裁的能力众人皆知，但如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霸道总裁才是关键。导演的任务就是协助并捕捉到演员本身的独特魅力。这种情况在宋希身上同样适用。既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提升演技，那不如从演员的自身特质入手。在导演的引导下，宋希所扮演的关皮皮表现得非常真挚，这也算是为宋希赢得了一些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。许兆任与陈正道救助过的演员还包括杨颖。那时候的杨颖在摩天大楼中的表现已经让她在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，没想到后来发生了疯马秀的事件。对于杨颖，导演采用了类似的手法，连她的微笑唇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。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杨颖，她对演戏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份工作，并无法真正投入情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应该寻求流量与剧情之间的平衡。扮演一具尸体，带着微笑，在救赎弟弟之后，自己却留在了幽暗之中。还有唐嫣，现如今粉丝们可以称她为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者。在此之前，唐嫣在公众眼中一直被看作缺乏事业心且演技平平，只会饰演傻白甜的角色。小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傻白甜，但这个角色与以往的不同，汪小姐展现出相当成熟的心理深度。用3年的时间塑造一个角色，对她来说也是值得的。单独演奏的表演者的努力固然可以产生效果，但导演的引导同样不可小觑。毕竟唐嫣以前的表现，观众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唐嫣应该感激能够认识汪小姐，更要庆幸能够遇到王家卫。在《繁花》播出后，质疑她演技和职业追求的声音明显减少。王导的提携人才的本领自然无需多言。如果你要坚持认为是演员个人的努力，显然不太符合实际。否则，内娱中那么多勤奋的演员，也未必能看到他们演技的显著提升。我们看到85花为了出演某位大导演的电影，愿意在演员名单上排到，甚至在热搜上受到诸多争议，也就不必感到惊讶了。碰到一位优秀的导演，足以让许多演员少花几年的心血。汤唯直到2007年才开始崭露头角，但李安的一部作品使他能够与那些从90年代就已成名的明星并肩竞争。在电视剧行业同样如此，即使不能迅速成名，经历几业的逐步提升也是值得的啊。最终还是内娱圈的人很聪明。乌龟翻身困难，借助他人的帮助，一切就容易多了。